Welcome to Alan's Math Classroom. 好，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哦。他说呢，假设数列 AN 呢，它具有这样的性质，就是首项是3，而且呢又满足这样的递回关系式长得像这样。好，那这个递回关系式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棘手一点因为首先呢它不是线性，也不是起次所以呢我们要想办法把它变形，变成一个我们可以处理的形式。那最后呢我们要求的是什么？我们要求的就是所有数列的导数和从第一项到第100项相加之后呢，再取一个高斯符号，求它的值是等于多少。好，所以同学，当然第一步呢，我要想办法呢去变形这个递回关系式。那你要变形这个递回关系式，但有几种方法几种方向可以走。那首先呢，你先观察一下右边呢有平方向有一次项，所以呢，也许是往这个完全平方式的方向去变。那往完全平方式的方向变的话，又有2种变法，也许可以变成1-2，也许可以变成1-44，或是144都有可能好，那同学呢，经过呢几番尝试之后呢，你会发现呢，我们要的结果呢是往1-44的方向去变，所以呢，我们把左右两边同时去减掉2倍的 AN。好，那等号右边的话呢，就变成 AN 的平方减掉4倍的 AN， 再加上4。好，我们先做一个这样的处理，然后呢，提公因式提出来。那等号右边呢，变成一个完全平方式，是一个 AN 减掉2的平方。OK， 好，同学，那这样子的一个变形，虽然说对于我们最后的解答呢，好像没有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呢，它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资讯，就是呢，你会发现这2个 AN 加1去减掉 AN 呢，事实上就是一个数列的后项去减掉前项嘛。那它等于一个某某数的平方。那我们知道平方的话，一定会大于等于0。那换句话说呢，你会发现呢，这个数列AN 呢，它就是一个递增数列，是递增数列是一个 increasing sequence。好，对于所有的自然数来说，它是一个递增数列那当然首项是3首项是3。好，那接着呢，我们要想办法再去尝试第2种变形不然我没有办法处理这个导数和那第2种变形是这样，就是我左右两边呢相当于是把这个加4呢移向到左边也就是左右两边同时减掉4的意思所以呢，我们这边把它写成 2AN 加1减掉4，那等号右边就变成 AN 的平方减掉2倍的 AN。好，我们再往下提公因式。好，那就变成 AN 乘上 AN 减2。好，这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有一点搞头有点道理藏在里面。但是呢，基于我们最后要求的这个问题呢是导数，所以呢，我们试着呢往这个导数方向想。好，当然你会觉得好像有点难想。那的确我们处理类似的问题，的确是需要有一点点数感跟创意不然呢是很难去做下一步的处理变成这样。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2呢把它乘过去所以这边变成2。好，那你会发现右边呢，这个等号右边呢是一个很明显的列项相消好，那为什么我会发现这件事情呢？因为分子是2，然后呢分母这2项呢刚好也差2，对不对？所以呢，它就是 AN 减2分之1去减掉AN 分之1。好，那同学这个呢就会发现我们的关键 AN 分之1出来了而且呢这个 AN 分之1我们稍微移项一下 ，AN 分之1呢就刚好是什么？刚好是 AN 减2分之1去减掉 AN 加1减2分之1你会发现这个其实是相连的2项，如果你把它看成一个数列的话。好，那你就知道呢，我们要求的这一块前100项的导数和 n 等于1到100。AN 分之1，好，我们先不取高斯直接看它导数和是等于多少。这边是100，不是无限大，这边是100。好，那把它带入套用刚刚这个递回关系式每一项呢都可以写成这个，比如说第一项的话就是 A1 减2分之1，再去减掉 A2 减2分之1，然后呢下一项就是 A2 减2分之1去减掉 A3 减2分之1，好，一直加到最后一项是n 带100进去A101 100减2分之1去减掉 A101 减2分之1。好，这时候呢，大家可以发现，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写呢？也可以发现为什么要这样变形呢？因为它刚好是相连2项是一正一负可以消掉，所以呢，消完之后只留下头尾2项那第一项 A1 减2分之1，那 A1 刚好是3嘛，这题目给的，所以呢，你会发现我最终就可以变成什么？变成1减掉
A101减2分之一。所以呢，我们最后要取高斯的时候呢，就是要想办法估这一块的值是等于多少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最后来到第4步。好，那你要估这个 A101 第101项减2分之一的话，你就要用到一开始我们所得到的第一个性质，就是 AN 是一个递增数列哦。因为呢，我们的后项呢总是大于等于前项，对所有的自然数来说，所以呢，第一项又刚好是3。那其实你可以算一下，第二项呢是2分之7啊，所以呢，这个第101项呢，它肯定是大于3的，因为它是一个递增数列。好，所以呢，你会发现呢，我们要估的1去减掉 A101减2分之一。好，那因为这一块是大于3，对不对？这一块是大于3，所以呢，后面这一块呢，它就是一个介于0到1之间的数。那1再去减到它的话呢，就是整个呢也是介于0到1之间。所以呢，我们最后的所求啊，我们所求就是呢，针对这一块去取高斯嘛，所求就是等于这一块取高斯1减掉A101减2分之一取高斯，那最后的结果呢，当然就会是0这个数字哦，所以答案呢就是0。If you like my video, don't forget to like, subscribe, and share!